我花300万翻新的别墅，被村长叫了台挖掘机，一下午推平了。事后赔我8000块，还想给多了。他拍着我肩膀笑：“村里的地随便拆，懂不？”我一脚踹翻面前的砖堆，冷笑道：“懂法吗？10年以上的牢饭你吃得起？”村长脸色巨变，手机铃声却突然响起，屏幕上闪烁着市长的名字。电话一接通，对面传来一句：“村长，让你别动的房子，你动了吗？”3天前的事，唐叔沈广田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，我正在省城的办公室加班改图纸。周远，你快回来，你家房子被人拆了。我当时以为他喝多了，我那房子3年前刚翻新完的，青石外墙，石木梁柱，光地暖系统就装了47万，谁吃了雄心豹子胆去拆我的房子？真拆了挖掘机来的，一下午就推平了。唐叔的声音在发抖，我没再多问，抓起车钥匙就往楼下跑。从省城到村里4个小时车程，我2个半小时到的，超速罚单后来收到了6整，我一张没在乎。凌晨5点，车灯照过去，我看到了，我的房子没了，300万翻新的房子变成了一堆碎砖烂瓦，青石墙倒了，实木房梁折成了好几截，散落在碎砖堆里。我爸亲手雕的那对石狮子门墩被挖掘机碾成了3段，庭院里的枯山水变成了一个满是履带印的烂泥坑。我下了车，站在那堆废墟前面，一句话没说。唐叔从旁边跑过来，拉我胳膊：“周远，咱找他去，找贺德旺那个老东西去。”我没动，我蹲下来，从碎砖堆里拔出了一块石雕残片，缠枝连纹，我爸最拿手的花样。他刻这种花纹的时候，手腕转动的幅度精确到毫米，全县找不出第2个人能刻成这样。残片上沾着灰和泥，我用袖子擦了擦，揣进兜里，然后我掏出手机，打开录像，开始拍每一面倒塌的墙，每一根断裂的梁，每一道挖掘机的履带印，地上散落的意大利天然石材地砖碎片，被砸烂的日本进口桧木窗框。我拍了40多分钟，天亮了，太阳照在那堆碎砖上，晃得我眼睛疼。300万就这么一堆垃圾了。7点多的时候，贺德旺来了，他大摇大摆地从村路上走过来，后面跟着2个村委的人，手里拿着一张纸。我认识他，当了18年村长的贺德旺，56岁，一脸横肉，走路的时候肚子先出去半步。在这个村子里，他说的话就是圣旨，谁家门口多搭了半米的棚子，他一句话就能给你拆了；谁家低保，他说给谁就给谁，没人敢跟他顶嘴，因为他侄子在镇政府，他儿子在镇上开建材店，方圆10几里的工程建材全从他儿子那过。他把那张纸拍在我手上，村集体土地整治通知书，上面盖着村委会的红章，看到没？贺德旺指着那张纸，村委会决议，你这块地要收回去搞公共设施建设，赔偿8000块，按照村里标准来的，1分不少你的。8000块，我花了302万4600块翻新的房子，他赔我8000。我低头看了看那张通知书，抬起头问了一句话：这个决议，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吗？有会议纪要吗？有我本人的签字同意吗？贺德旺愣了一下，就一下，然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笑着说出了那句话：村里的地随便拆，懂不？我没再说话，我转身走回车边，打开后备箱，拿出一个黑色的文件袋。这个文件袋我一直放在车里，从来没动过，里面装着4样东西：1987年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，户主沈正良，我爸的名字房屋所有权证，3年前通过镇规划部门审批的合法建设许可证，还有4大本装订整齐的翻新工程合同、材料采购发票、工程验收单，302万4600块。我没有把文件袋给贺德旺看，他不配看。我把文件袋锁回车里，发动引擎开往了镇派出所。后视镜里，贺德旺还站在那堆废墟旁边，双手叉腰，一脸得意。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镇派出所在镇政府隔壁，一栋3层小白楼，门口的国徽被太阳晒得有点褪色。我到的时候刚过8点，值班的是个年轻民警，胸牌上写着韩磊同志，有什么事？报案。小韩拿出了笔录本。什么情况？我这私人合法房产被人蓄意毁坏，涉案金额300万。小韩的笔停在了本子上，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表情像是没听明白。你说多少？300万。一个村里的房子300万？他的反应在我预料之中，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，农村的房子撑死值个20-30万，300万那是城里的商品房价格。一个穿着普通夹克，开着一辆旧本田的年轻人，跑到派出所说他有一栋300万的房子被人拆了，换我也不信。但我没解释，我直接把黑色文件袋放在了桌上，拉开拉链，证据都在这里。你看，我把材料一份一份铺在桌上。那本1987年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压在最下面，户主沈正良，126平米的面积写得清清楚楚，这是私人合法的根基，上面叠着房屋所有权证，还有3年前刚经镇规划部门审批通过的建设，这证明我的翻新工程是合法的，不是违建。然后是4大本合同和发票，我一本一本翻开，一页一页指给他看。施工合同和省城一家2级资质的建筑公司签的，合同总价186万，材料采购发票，日本进口的桧木房梁，单根造价2万8000块，一共用了12根意大利天然石材地砖，每平方米1200，铺了80多平方，全屋地暖系统47万，独立净水设备12万，中央空调8万6，定制的花梨木家具23万。小韩翻着翻着，手开始抖，他翻页的速度越来越慢，2万8、1200、47万、12万，每一个数字都在刷新他的认知。当他翻到最后一页的材料总汇表，看到那行加粗的黑体字，合计人民币302万4600元整，他站了起来。你等一下，我叫我们所长过来。什么案子都见过。他走进来的时候表情很平静，
警，估计小韩已经跟他说了大概情况。但当他坐下来，拿起那份宅基地使用证看了看，又拿起建设许可证看了看，再翻开那4大本合同发票，他的表情变了。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2遍又戴上，然后盯着我看了10秒钟，像是在重新认识一个人。小沈，你确定这些发票都是真的？每一张都可以到税务系统核验。江国栋低下头，继续翻会木房梁，2万80一根，石材地砖1200一平方，地暖47万，净水12万。他翻一页，眉头皱紧1分。翻完最后一页，他合上本子，长出了一口气。这不是普通的毁坏财物了。他的声音沉了下来，故意毁坏财物罪，数额特别巨大，3年以上7年以下，再加上非法强拆私有合法房产，涉嫌违法行政。这个案子我们镇派出所接，但必须同步上报县局。我点了点头，然后我从文件袋里又抽出一张 U 盘，这是我今天凌晨拍摄的废墟现场视频，40分钟完整保留了挖掘机作业痕迹和建筑物损毁状态。另外，我需要申请对施工队的挖掘机进行扣押取证，机器上应该还残留有我家房屋建材的碎片。江国栋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神很复杂。小沈，你是干什么工作的？园林景观设计。你这个证据意识和法律常识不像是画图纸的，我只是提前做了功课。我没告诉他的是，从陶叔打电话给我到我开车出发，中间有10分钟。那10分钟里我打了3个电话，一个给我大学同学，他在律师事务所干了5年，一个给我之前合作过的一个建筑评估师，还有一个给保险公司确认我的房屋保险是否涵盖人为毁损。3个电话10分钟，基本框架就搭好了，剩下的就是拿着证据走流程。江国栋拿起桌上的电话，拨了一个号码，老张，你过来一下，有个大案子，通知县局刑侦大队，让他们派人下来。放下电话，他看着我，小沈，你先在这里坐一下，等我们所里研究完出警方案，可能需要你一起去现场指认。我坐在那把硬塑料椅子上，喝着小韩给我倒的水。派出所外面的阳光很好，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但我知道暴风雨要来了。出警那天是个晴天，2辆警车开进了村子，没鸣笛，一辆是派出所的，一辆是县局刑侦大队下来的，加上江国栋一共6个人。我坐在后面那辆车里，车子拐进村口的时候，我看到路边有几个老人在晒太阳，他们看到警车立刻站了起来，眼睛瞪得老大。在这个村子里，上一次来这么多警察，还是8年前隔壁组有人偷牛。我们直接开到了贺德旺家门口，他家是村里最好的房子，3层小洋楼，贴着白瓷砖，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丰田，院子里有个小花园，种了些月季。贺德旺正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泡茶，身边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，咿咿呀呀在放戏。看到警车他站起来了，看到江国栋从车上下来，他脸上立刻堆起了笑。江所长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快坐快坐，喝杯茶。他迎上去的时候，还没看到后面车里的我。贺德旺江国栋没坐也没喝茶，他站在贺德旺面前，表情很严肃。我们接到报案，你涉嫌故意毁坏他人财物，现在需要你配合我们调查。贺德旺的笑容僵了1秒，但也只是1秒。18年的村长当下来，什么场面他没见过。他很快恢复了那副老油条的样子，哈哈一笑。我知道，肯定是沈家那个小孩的事嘛。他竟然还笑得出来。江所长，这事儿你得听我解释。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就是那份村集体土地整治通知书，递给江国栋。看到没？这是村委会的正式决议，我这是依法整治违建，合法合规的。江国栋接过来看了一眼，然后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了一份文件。贺村长，你看看这个宅基地使用证，复印件，1987年颁发，户主沈正良性质，私人合法宅基地。这块地是沈家的私人合法宅基地，不属于村集体用地。你的村委会决议对这块地没有任何法律效力。贺德旺的脸色开始变了，不多，就变了一点点，像一杯热茶里掉进了一块冰，但真正的重击还在后面。江国栋又掏出了一份文件，这次是那份材料总汇表。他把那张纸翻转过来，正对着贺德旺的脸，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。这栋房子的翻新总造价人民币302万4分600元整。他停顿了一下，你说赔8000，院子外面已经围了一圈人了。在农村，警察上门就是天大的新闻，消息传得比网速还快，男女老少能来的都来了。里3层外3层，贺德旺的嘴张了张，没发出声音。他老婆一个胖胖的、烫着小卷发的女人从屋里冲了出来。怎么了？这是老何，你犯什么事了？他看到满院子的警察，腿一软，差点没站住。300万，有人在人群里把这个数字传了出去。沈家那个小孩的房子值300万，不可能吧？一个村里的房子，人家花了3年翻新的，你知道用的什么材料吗？日本进口的木头，意大利的地砖，议论声越来越大。贺德旺的老婆耳朵尖。他从嘈杂的人声里精准捕捉到了300万这3个字，然后他尖叫了：300万！你说那个房子值300万？他的声音划破了整个院子上方的空气，所有人都安静了。贺德旺的腿明显在发抖，他扶着旁边的椅子，嘴唇在哆嗦，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往下退，像一块被雨水慢慢冲刷的泥墙。江国栋接着说了下去，根据刑法第275条，故意毁坏公司财物，数额特别巨大，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再加上你无视上级部门的明确警告，擅自对受保护的建筑物实施强拆。贺德旺，你这个案子的性质非常严重，无视上级部门的明确警告，受保护的建筑物这2个信息是新的。围观的人群里立刻炸了锅，什么警告？谁警告他了？那房子受保护什么保护？但江国栋没有给更多解释，那些信息现在还属于侦查机密。我从后面的警车里下来了，人群看到我自动让开了一条路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，有同情的，有惊讶的，有好奇的，还有幸灾乐祸的。贺德旺看到我，眼睛一下子红了。你沈周远，你这个白眼狼，我在这个村子帮了你们沈家多少忙？
你爸当年贺德旺江国栋打断了他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你需要跟我们回所里做笔录。我不去。贺德旺突然暴躁起来，我是村长，我拆的是违建，你们凭什么？凭这个？江国栋把那份宅基地使用证在他面前晃了晃，你说是违建，证件说不是，到底是你说了算，还是法律说了算？贺德旺噎住了，他老婆扑过来抱住了他的胳膊，开始嚎：老贺你别去啊，他们要害你啊，大姐，没人害你家人。县局来的一个年轻刑警走上前，我们只是请他回去配合调查，你别激动，300万啊，老贺，300万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尖，越来越碎，像是一面裂开的镜子。贺德旺被2个民警架着往外走，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他停了一下，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有愤怒，有不甘，但更多的是恐惧，那种我到底捅了多大篓子的恐惧。我看着他，一句话没说。他被带上了警车门，关上的那一刻，我听到他老婆在后面喊：放了我老头子。他什么都不懂啊，不懂，你们不懂的东西多了。围观的人群开始散了，但议论声不会散。今天这场戏够这个村子讲3年。堂叔挤过来，拉着我的手，老泪纵横。周远，你爸在天上看着呢，你做得对。我拍了拍他的手，没说话。做得对不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做得到位。而这才刚开始。贺德旺被带走的当天晚上，我在堂叔家吃了碗面，洗了个澡，正准备睡觉，手机响了，陌生号码，沈周远是吧？声音很冲，带着一股金链子碰撞的嚣张。我是，你是谁？我是贺天朗，贺德旺的儿子，28岁，在镇上开建材店，开路虎带金链子，方圆10里的工程建材都得从他那儿过，据说在镇上横行惯了，连镇派出所的协警见了他都客气3分。我爸的事我听说了，他开门见山，你这个人做事太绝了。我没接话，这样吧，我出10万块，你去派出所把案子撤了，大家体面，以后还是好邻居。10万块，300万的房子，他出10万，还觉得是给我天大的面子，跟他爹一个德行。在他们的认知里，我就是个好欺负的打工仔，给我点钱就应该感恩戴德。你知道刑事案件的公诉原则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，少跟我装。贺天朗的声音提高了8度，15万，最多了，你一个画图纸的，15万够你挣1年半了。识相点。我笑了，不是假笑，是真的觉得好笑。贺天朗，我友情提醒你一句，你这通电话我全程录音了。向报案人行贿要求撤案，妨碍司法公正，这本身就是犯罪。你现在要做的不是给我打电话，而是赶紧去找个靠谱的律师，如果你还找得到的话。电话那头安静了大概有5秒钟，然后传来一声哈，他挂了。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录音时长3分47秒，存好备份到云盘。但贺天朗不是那种被吓住就消停的人，他爹在看守所里待着，他在外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开着那辆白色路虎揽胜，直接堵在了堂叔沈广田家门口。堂叔家在村子另一头，开了个小卖部，卖些烟酒零食日用品，一年挣不了几个钱。贺天朗下车的时候，堂叔正在门口摆货架，沈广田贺天朗走过去，双手插兜，金链子在太阳底下晃得人眼花。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堂叔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你别给沈周远作证。贺天朗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带着威胁。你要是敢去派出所说一个字，你这个小卖部明天就别想开了。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工伤的人明天就来查你？堂叔的手抖了，他60岁了，一辈子老实巴交，没跟人红过脸，更没被人这么威胁过。贺天朗说完就走了。路虎的引擎声在村道上轰了老远。堂叔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声音都是颤的。周远那个贺天朗来找我了，让我不要给你作证，他说要关我的小卖部。叔，你别怕，我不怕他。堂叔嘴上这么说，但声音出卖了他。我就是没见过这种阵仗。叔，你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该怎么开店就怎么开店。他要是再来找你，你就拿手机拍下来，其他的交给我。我挂了电话，给江国栋打了一个。江所长贺德旺的儿子贺天朗昨晚给我打电话行贿要求撤案，今天上午又去我堂叔家威胁证人，录音和我堂叔的证词我一起交给你。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，小沈录音你带过来。江国栋的声音沉了下去，像是在压着火。我开车去了派出所，把手机录音放给江国栋听。贺天朗那嚣张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刺耳。15万最多了，识相点，你一个画图纸的。江国栋听完脸色铁青，旁边的小韩也听得咬牙切齿。好一个贺天朗！江国栋把录音拷贝了一份存档，行贿报案人、威胁证人、妨碍司法公正，3条罪，一条比一条严重。他拿起电话拨了县局的号码，老王贺德旺的案子有新情况，他儿子贺天朗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和威胁证人，证据确凿。对，录音我这儿都有。行，你们下来人吧。当天下午2点多，2个便衣民警走进了镇上贺天朗的建材店。贺天朗当时正在里间打电话，好像是在找什么关系。他看到2个陌生人走进来，还以为是来买建材的。你们要什么？贺天朗，是我们是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，这是传唤证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贺天朗的脸一瞬间就白了，凭什么？我又没犯法。你昨晚打给沈周远的电话，还有今天上午去沈广田家说的那些话，需要跟你核实一下。贺天朗再也说不出话了。他被带出建材店的时候，路虎的车钥匙都没来得及拔，店员目瞪口呆地看着老板被2个人夹着走了。消息当天就传遍了整个镇子，贺家父子一个被抓了1天，另一个第2天就跟上了。村里的议论变了调，之前还有人说我不近人情，做事太绝，现在没人这么说了。贺天朗活该，平时在镇上嚣张成什么样子了？他爹拆人家300万的房子，他还跑去威胁人家，这一家人脑子是不是有毛病？可不是嘛，沈家那个小孩不是好惹的，人家那叫有准备。晚上我躺在堂叔家的床上，看着天花板发呆，手机屏幕亮了，是律师朋友发来的消息，周远刑事部分有了新进展，纪检监察那边也介入了。贺德旺的问题可能不只是强拆这一件事。我看了看消息没回，
翻了个身，闭上眼。明天还有更多的事要做。贺德旺被关进去的第4天，事情发生了一个连我都没完全预料到的转折。江国栋给我打了电话，肖婶，你来一趟所里，有些情况需要跟你当面说。他的语气跟之前不一样了，之前是公事公办，这次带着一种说不清楚的郑重。我到了派出所，江国栋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。小沈，你知道你爸翻新的那个老宅里有些石雕构件吗？知道，那是我爸亲手刻的。你知道你家那块地半年前被列进了一个省级调研名单吗？我愣住了，什么调研名单？江国栋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，是从县里转过来的，上面有省住建厅的公章。省古建筑保护协会有个项目叫全省传统民居调研，负责人是一个叫钟一鸣的，以前是市住建局的副局长，退休以后专门搞古建筑保护。半年前他在做调研的时候路过你们村子，发现了你家老宅上的石雕构件，觉得艺术价值很高，他把你家老宅列进了省级传统民居保护调研的备选名单。我盯着那份文件，一个字一个字的看，这个消息从省里传到市里，从市里传到县里，从县里传到镇里，镇长还专门给贺德旺打了电话，那个沈家的房子省里在关注，你别动他。镇长给贺德旺打了电话，让他别动，他还是动了。你是说贺德旺在明知道我家房子受到省级关注的情况下，还是强行拆掉了？江国栋点了点头。不只是这样，我们查了贺德旺的通话记录，镇长的电话是3个月前打的。贺德旺接完电话以后，隔了不到1个星期，就联系了胖墩周国柱的工程队，约好了强拆的时间。3个月前就开始计划了，接到警告不但没有收手，反而加快了动作。他为什么这么急？江国栋看了我一眼，你家那块地背靠竹林前望水库，是整个村子位置最好的一块地。我们查到贺德旺跟镇上一个搞民宿开发的老板有过接触，对方姓孙，叫孙乃全的连襟。据我们掌握的证据，贺德旺答应把你家那块地腾出来，给他们搞民宿开发，作为交换，他能拿到60万的中介费。60万，他为了60万的回扣，拆了我300万的房子。现在事情的性质变了，江国栋的表情严肃起来。之前是故意毁坏财物，现在又加了3条，无视上级机关的明确指令，涉嫌以权谋私，涉嫌与第三方进行利益输送，这已经不是我们派出所能管的了。县纪委已经介入了。县纪委在基层，纪委介入意味着什么？在座的人都清楚。还有一件事，江国栋接着说，省里那个钟一鸣钟会长，听说他调研的标的物被人强拆了，非常生气。他已经通过省住建厅的渠道向县里施压，要求严肃处理。这个案子现在是省里在盯着的。我靠在椅子背上消化着这些信息。原来第一章那个市长的电话来源在这里，省级调研名单，省住建厅通知市里，市里通知县里，县里通知镇长，镇长警告贺德旺，整条信息链完整无缺，每一个节点都有据可查。而贺德旺在这条链条的最末端选择了无视，他以为天高皇帝远，他以为在他的村子里他就是天，现在天塌了。小沈，你的案子接下来会由县纪委和公安局联合办理，双轨并行，刑事部分由县局刑侦大队负责，纪律审查部分由纪委负责，我们所里继续配合。我站起来跟江国栋握了握手，谢谢江所长。别谢我。江国栋苦笑了一下，你小子的证据链比我们办过的很多案子都完整，说实话我们也省了很多事。走出派出所，阳光很刺眼，唐叔在外面等我。怎么样叔？贺德旺完了。我没有把具体细节告诉他，但我知道贺德旺现在面临的不再只是一桩刑事案件，他面对的是整个系统的追查，省级关注，县纪委介入，60万利益输送的证据链。据说消息传到看守所的时候，贺德旺第一次哭了，不是后悔，是恐惧。当了18年土皇帝，头一次发现皇位下面是深渊。贺德旺老婆开始卖惨了，每天早上7点，他准时出现在村口的大槐树底下，搬一个小板凳坐着，逢人就哭。我们老贺冤枉啊，他是为了村里好才整治那块地的。沈家那个小孩心黑手辣，要把我们一家往死里逼啊！他的眼泪跟自来水似的，说开就开。村里有些不明真相的老太太看了，就在旁边跟着叹气。是啊，年轻人做事不要太绝嘛，都是邻居，低头不见抬头见老贺。这人虽然霸道了点，但也是帮村里做过好事的。修路那年他出了不少力，和事佬们开始出动了。第3天，我堂叔家来了3拨人，都是村里的长辈，说是来调解的。先是村里辈分最高的沈家老太爷，拄着拐杖走进来，坐下就说：“周远啊，你年轻不懂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”老太爷还没劝完，贺德旺那边的亲家就从隔壁镇杀到了，进门就哭。贺家这些年帮了你们沈家多少忙？你爸当年在世的时候正乱着，门口又进来一个人，我妈娘家的一个远方表叔，他们竟然不知道从哪找到了他。我妈去世10几年了，这位表叔我见都没见过几次，他一进门就摆出长辈的架子。周远，你妈要是还在，肯定不希望你这么做，拿我死去的妈来压我。堂叔被这几拨人吵得头疼欲裂，偷偷发消息给我：“周远，我扛不住了，你快想想办法。”我想了想，花了1个晚上做了一件事，我请律师朋友帮忙，将所有能公开的信息浓缩进了4页 A 纸里。这哪里是简报，这分明是给贺家父量身定制的判决书预演。骑手直接甩出宅基地使用证和建设许可证的各项合批明细，干脆利落地钉死了一个事实：这是私人合法翻新，跟违建沾不上半点边。紧随其后的是高达302万4600元的工程总造价，怕有人不信，每一类建材的发票编号索引都列得清清楚楚，随时欢迎任何人去税务局核实质询。至于贺家父子底下干的那些烂事，更是被扒了个底朝天。既有3个月前镇长特意打电话警告他不要动那栋房子的关键时间线，也有强拆当天贺德旺花8000跑腿，废雇施工队干脏活，却硬生生不给沈家留1分钱的恶
恶劣做派，连带着贺天朗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记录，全被一五一十的抖落在纸上。我打印了20份。第二天早上，趁贺德旺老婆还没出门，我把这20份简报整整齐齐的贴在了村委会公告栏上，然后我就回堂叔家吃早饭了。效果比我预想的还好。公告栏就在村口大槐树旁边，那是全村人每天必经的地方。贺德旺老婆8点出门，准备开始哭的时候，发现公告栏前围了一大圈人，302万，我的天，这都是有发票的。镇长3个月前就打电话让他别动，他还是拆了，只赔了8000块，连8000都没赔到沈家手里，给了施工队，这不是明抢吗？人群里的议论声越来越大。贺德旺老婆挤过去想撕那些纸，被旁边的人拦住了。你撕什么？上面写的是事实还是假的？有本事你一条一条反驳啊！他反驳不了，因为每一条后面都附着证据编号，想查的人自己去查。从那天起来，堂叔家说情的人一个都没有了。之前还劝我大度点的那些老太太，现在看到我都绕着走，不是怕我，是不好意思。他们发现自己之前被贺家的哭戏骗了，来找贺德旺老婆抹眼泪的亲戚也不来了。事实摆在那里，白纸黑字，谁帮他说话谁丢人。贺德旺老婆在公告栏前站了半个小时，一直在哆嗦，最后他没哭也没闹，一个人默默地回了家。从那天起，他再也没在村口出现过。堂叔看到公告栏前的人群，笑得像个孩子。周远，你这招比炒100家都管用。我没说什么，我只是做了一件事，把事实公开，在真相面前，任何卖惨都是笑话。贺德旺被正式批捕的第2周，一个我没见过的老人出现在了村里。他穿着一件灰色的薄夹克，戴着一副老花镜，头发花白，但精神很好。身后跟着2个年轻人，一个扛着相机，一个拿着文件夹。他们直接去了我家的废墟。堂叔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声音很紧张。周远，有几个人在你家那块地上转悠，不知道是什么来头。我从镇上赶回去的时候，那个老人正蹲在碎砖堆里，不是随便蹲的，他蹲在废墟东南角的位置。那个位置原来是我家大门的门廊，门廊两侧，我爸镶嵌了2块石雕板，上面刻着他最拿手的缠枝莲纹。老人手里拿着一个放大镜，对着一块半埋在泥土里的石雕残片看了很久。我走过去，你好，请问你是？他没立刻回答，他把放大镜收起来，用手小心地把石雕残片上的灰土擦干净。那块残片大概有巴掌大小，上面的莲纹依然清晰可见。然后他站起来，转身看着我，你是沈周远？是我，我叫钟一鸣，省古建筑保护协会的。钟一鸣就是江国栋提到过的那个人，省住建局原副局长，退休后专门搞古建筑保护。半年前把我家老宅列进了省级调研名单的那个人。钟老师您好。他没跟我客套，他低头又看了看手里那块残片，叹了口气，太可惜了。他说着蹲回了碎砖堆里，不是随便翻，他翻得很仔细，几乎是一块砖一块砖地检查。跟在他身后的2个年轻人也加入了，他们翻了整整1个下午。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钟一鸣从废墟里扒出了7块石雕残片，大小不一，最大的有枕头那么大，最小的只有半个巴掌，但每一块上面的雕刻纹样都清晰可辨，缠枝莲、卷草纹、回字纹，还有2块上面刻着完整的狮子头局部。他把7块残片一字排开，蹲在前面，用放大镜一块一块的看了半个小时。站起来的时候，他的眼眶是红的。你父亲叫沈正良，是石匠，对，在县里做了40多年。钟一鸣摘下眼镜，用手背擦了擦眼角。我搞了一辈子古建筑保护，跑了全国几百个村子，看过上千件石雕。他的声音有些哑。你父亲的缠枝莲纹刀法是我见过最好的，线条的流畅度、转角的精确度、力道的控制，比博物馆里很多清代的石雕藏品都不差。这种手艺，全省现在找不出第2个人。我站在那里没说话，不是不想说，是说不出来。我爸做了40多年石匠，在村里人眼里，他就是个打石头的，给人刻个碑、修个石桌子，一辈子灰头土脸的，没人觉得他做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。他去世的时候，村里来送行的人都说老沈人是好人，就是没本事，打了一辈子石头，没本事，打了一辈子石头。现在一个国家级的专家蹲在他的作品前面，说他的手艺全省找不出第2个人。我没绷住，我蹲下来，背对着钟一鸣，2只手捂着脸，我没哭出声，但肩膀在抖。堂叔在旁边看到了，也红了眼圈。钟一鸣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他拍我肩膀的动作跟贺德旺拍我肩膀的动作一模一样，但感觉完全不同。贺德旺的手带着傲慢和轻蔑，村里的地随便拆；钟一鸣的手带着尊重和心疼，他在心疼一个匠人毕生的心血被愚蠢的毁掉了。小沈他的声音很轻，你家的房子毁了，但你父亲的手艺不能毁。我擦了擦脸，站起来，我想把这7块石雕残片带回省里做正式鉴定。如果鉴定结果和我判断的一致，你父亲的石雕技艺完全有资格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。省级非遗，我爸要是还活着，听到这几个字，估计会先愣半天，然后摆摆手说别扯了，我就是个打石头的。另外，钟一鸣看着我换了个话题，小沈，我听说你自己是做园林景观设计的，对，你对传统建筑的结构和工艺了解多少？从小看我爸做，多少懂一些。他点了点头，像是在心里盘算着什么。过2天我回省城，有些事想跟你聊聊，你方便的话来一趟。我点了点头，不知道他要跟我聊什么，但我有一种直觉，从这一刻开始，我的人生要拐到另一条路上去了。钟一鸣给我介绍了一个人，方锦书，省文旅集团的总裁，45岁，短发，说话干脆利落，笑起来很有感染力，但眼神里永远带着一股精明劲。在文旅行业干了20年，手里捏着10几个传统村落改造项目。钟一鸣说他的团队正好缺一个真正懂传统建筑结构和空间美学的人。见面约在了方锦书公司正在做的一个项目现场，隔壁县的一个古村落正在搞保护性改造。我开了2个小时的车到了，方锦书在一栋正在修缮的老祠堂前等我，旁边站着他的
团队4、5个人，有设计师，有工程师，其中一个穿着冲锋衣、戴着鸭舌帽的中年男人是他的设计总监姓韦。方锦书跟我握手的时候很热情，小沈钟老师跟我提了很多关于你的事，走，先去现场转转。韦总监从头到尾没跟我说一句话，他走在队伍最后面，偶尔抬头瞟我一眼，眼神像在看一个多余的人。我们沿着村子转了一圈，方锦书边走边介绍项目情况，哪些建筑要保留，哪些要改造，预算多少，工期多长。我听着偶尔问1、2个问题。走到村子西头的时候，停在了一栋2层老房子前面，这栋是目前争议最大的。方锦书指着它，原本的方案是拆掉重建，但施工队进场以后发现地基有问题，结构比想象的要复杂，设计院那边出了2版新方案，都不太理想。他看了看韦总监，韦总监走上前开始讲他的方案。这面墙的承重结构已经老化严重，我建议整体拆除后用现代材料重建，外面再贴一层仿古砖皮，既保留了外观又解决了结构问题。他说完看了看方锦书又看了看我，有什么意见吗？最后这句话是对着我说的，语气里带着一种你一个做园林的能有什么意见的味道。我没理他的态度，我走到那面墙前面看了看，又绕到侧面看了看，蹲下来看了看墙根，站起来敲了敲墙面，听了听声音，然后我说了一段话，这面墙不能拆。韦总监的眉毛挑了起来，哦，为什么？你看墙根这个位置，我指着墙基和地面的交界处，这栋房子用的是夯土加石灰3合土的工艺，是民国时期常见的砌筑方法。这种工艺的特点是墙体内部的应力分布不均匀，上半部分偏软，下半部分因为长期沉压反而硬化了。你看这个位置，墙基和上层墙体之间有一条很细的裂缝，这说明上下2部分的应力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。我顿了一下，如果你按照原方案把这面墙整体拆掉，它左右2面的连接墙会失去侧向支撑，整栋楼的结构完整性会被破坏。到时候你不光要重建这一面墙，你可能要加固整栋楼。全场安静了，方锦书的眼睛亮了。韦总监的脸色不太好看，但他没反驳，因为他知道我说的是对的。那你的建议呢？方锦书问。局部加固加上表面修复，用碳纤维布加固墙体内部的薄弱区域，把表面做传统工艺的修补和做旧处理，成本比拆除重建低40%，工期短1/3，而且最重要的原始结构保留了，这栋建筑的历史价值不会打折扣。韦总监的嘴张了张，想说什么，最终没说出来。旁边几个年轻设计师开始窃窃私语，他们的表情从困惑变成了惊讶。方锦书没有当场表态，他只是点了点头，说了句这个方案我们回去研究一下。但我看到了他眼神里的东西。下午的行程结束后，方锦书让其他人先走，单独把我留了下来。小沈坐，他给我倒了杯茶。你刚才那段分析，我们的团队里没有人能说出来。韦总监做了15年古建修复，他的方案在行业内算是主流做法，但你一眼就看出了问题。我没说话，我问你一个事情。他看着我，你对这些老房子的理解是天赋还是学来的？我想了想，我爸是石匠，我从小看他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砌，后来学了设计才知道他做的很多事在教科书上叫什么名字，但他一辈子没翻过教科书。方锦书看了我很久，你来我这里吧。什么意思？我的团队缺一个人，一个真正懂老房子的人，不是看了几本书会画图纸那种，是你这种闻着墙上的灰就知道是什么年代什么工艺的人。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我给你一个配得上你父亲手艺的舞台。这句话打到了我心里最深的地方，我没有立刻答应。我说让我想想。回堂叔家的路上，天已经黑了，村路上没有路灯，只有头顶的星星。我在路边停了车，下来站了一会儿。3个月前我还是一个在省城加班改图纸的普通上班族，3个月后我站在一个我从来没想过的岔路口，回去继续画图纸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还是走上一条我从来没走过的路。我想起我爸，他打了40多年石头，没人觉得他了不起。现在有人说他的手艺全省找不出第2个人，他没等到这一天，但我等到了。我掏出手机给方锦书发了条消息，方总，我来开庭那天我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衬衫，是我从省城带过来的，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堂叔家衣柜里，就等着这一天。法庭不大，在县法院的3号审判庭旁听，席上坐了20-30个人，大部分是从村里来的。贺德旺老婆和贺天朗的老婆都在，贺天朗的案子另行审理，今天只审贺德旺。当贺德旺从侧门被带出来的时候，我差点没认出他。不到2个月，他整个人像是缩了一圈，头发白了大半，脸颊凹了下去，眼睛里的光都是散的，穿着看守所的马甲，手腕上戴着手铐，被2个法警一左一右架着走出来。18年的村长威风全没了。公诉人开始宣读起诉书，被告人贺德旺男56岁，原任某村村长。被告人于某年某月某日，在明知受害人沈周远所有的房屋系私人合法宅基地上的合法建筑，且已接到上级主管部门不得擅自处置的明确通知的情况下，仍以村委会名义伪造整治通知，雇佣施工队对受害人价值302万4600元的房屋实施强制拆除。旁听席上开始有人倒吸凉气了。公诉人继续，经查明被告人伪造的村集体土地整治通知书未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，系被告人私自制作并加盖村委会公章。被告人在实施强拆前3个月，已通过镇政府渠道接到省级主管部门的通知，要求不得对涉案建筑物进行任何拆除或改动。被告人对该通知置若罔闻。经进一步查明，被告人实施强拆的目的系与第三方进行利益交换。被告人与某开发商达成口头协议，将涉案土地腾出用于民宿开发。被告人从中获取60万元中介费，该款项尚未实际到手，但协议已经得成。60万这个数字在法庭里炸了一下，旁听席上的村民面面相觑。为了60万拆人家300万的宅子，这脑子是被驴踢了。有人在旁听席上低声说，接下来是我的律师举证，他很年轻，但准备充分到可怕。证据1，宅基地使用正元件。
房屋所有权证原件、建设许可证原件，证明产权合法性。证据2：四大本翻新工程合同和发票，证明房屋价值。证据3：镇长与贺德旺的通话记录，证明贺德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证据4：施工队负责人胖墩周国柱的证词，证明贺德旺雇佣他人实施强拆并支付8000元报酬。证据5：贺天朗威胁证人的录音，证明贺家事后妨碍司法公正。然后律师拿出了最后一份文件——损失鉴定报告。这份报告是省级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，律师把它投到了法庭的大屏幕上，一项一项念。房屋翻新直接经济损失3024600元，石雕构建文物价值损失评估48万元。旁听席上有人嚯了一声。石雕残片经过钟一鸣团队的正式鉴定，被认定具有省级非遗保护价值。这不是普通的建材，这是文物级别的东西。宅基地恢复费用35万元，精神损害赔偿15万元，合计赔偿主张人民币400万元整，400万。这个数字像一面大鼓敲在了法庭里。旁听席上所有人都不说话了。贺德旺的辩护律师试图反击，他提出了2个观点：第一，贺德旺主观上不知道房屋的真实价值，以为只是普通的农村自建房；第二，贺德旺实施强拆时并非出于个人目的，而是出于村集体利益的考虑。第一个观点，公诉人直接用镇长的通话记录打了回去，省里都在关注的房子，你说你不知道它有价值。第二个观点更站不住脚，60万中介费的证据链摆在那里，什么村集体利益，你是为了自己的60万。辩护律师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他翻了翻手里的材料，发现每一个辩护角度都被堵死了。最后陈述阶段，法官问贺德旺有什么要说的，贺德旺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看向我的方向，他嘴唇在哆嗦。我错了，我不该拆你的房子，我不知道值那么多钱，我以为就是个普通的旧房子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了含混不清的嘟囔。法官没有多说什么。被告人贺德旺犯故意毁坏财物罪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被告人在明知上级机关明确要求不得处置涉案建筑的情况下，仍然实施强拆，且涉及以权谋私、伪造公文等加重情节，综合其犯罪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，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。6年6个月。旁听席上一片死寂，贺德旺的身体像被抽掉了骨头，直接从被告席上滑了下去，2个法警赶紧扶住他。旁听席角落里，贺德旺老婆的哭声响了起来，但这次他哭得没什么力气了，不是嚎，是那种断断续续的抽噎。贺天朗的案子后来也判了，妨碍司法公正加上威胁证人，判了2年，一家父子加在一起8年半民事部分。法院几乎全额支持了我的诉讼请求，判决书上的数字我记得很清楚，赔偿沈周远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86万元，加上刑事罚金10万，贺家需要拿出的钱接近400万。判决下来那天，我走出法院的时候，阳光很好，我站在台阶上看了一会天，然后给堂叔打了个电话，叔判了6年半，赔386万。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钟，然后我听到堂叔在哭，你爸可以瞑目了。我没说话，挂了电话，上了车，开走了。后视镜里，法院的大楼越来越小，赔偿款到账那天，我看了一眼银行短信，把手机放回了口袋。所有人都以为我会拿着钱回省城，堂叔也这么以为，他帮我把行李收拾好了，连我的洗脸毛巾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了包里。走吧，周远回省城。他站在门口，眼圈红红的，这个破村子不值得你留。我看了看他，摇了摇头，说我不走。堂叔愣住了，你说什么？我要把房子重建起来。你疯了，都拆成那样了，你还要重建？那是我爸盖的房子，他花了一辈子的心血在那块地上。我走了，那块地就真的荒了。我不走。堂叔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最终什么都没说。他转过身，用袖子抹了抹眼睛。第二天我开始干活了。重建不是简单的再盖一栋房子。钟一鸣给我介绍了省古建筑修复中心的2个专家，他们来做技术指导。我自己画图纸，自己选材料，自己定现场。图纸画了3版才定稿，最开始画出的初稿偏向现代风。钟一鸣看后却叹着气摇头，你爸的石雕放在这种房子里不搭。我干脆推翻重做，索性搞了一套纯粹仿古的设计。结果方锦书瞥了一眼，直接挑破了问题所在，这不是博物馆，是你要天天住的房子，得有生活气。接连碰壁后，我把前2版撕了，从头来。这一次我没急着摸画笔，而是径直走到废墟那块空地上，足足静坐了一整天。我想起小时候这栋房子的样子，破是破，但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感。我爸每天早上5点起来在院子里劈柴，我妈在厨房里烧水，阳光从东边的窗户照进来，正好落在堂屋的石板地上，所以在最终落笔定稿时，我连那抹阳光斜照进屋内的角度都分毫不差地算进了图纸里。新房子不大，还是2层，还是青石外墙，但布局完全变了。1楼是开放式的工作室和展厅，用来展示我爸的石雕作品和技艺。2楼是我的住所，面朝水库，背靠竹林，核心的设计元素是那7块石雕残片。钟一鸣安排了省里最好的文物修复师来修复它们。修复完成后，我把它们镶嵌在了新房子门廊2侧的墙面上，和我爸当年的位置一模一样。施工的3个月里，我每天泡在工地上，村里的人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我，有人路过的时候会停下来看一会儿，起初是好奇，后来变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，可能是佩服，可能是惭愧，可能只是单纯的这小子跟我以前认识的不一样了。没有人再来找我说清，也没有人再对我指手画脚。贺德旺在监狱里，他老婆搬去了镇上女儿家，贺天朗也在里面，他的建材店关了，路虎被法院拍卖
卖了，拍了32万。这些钱加上贺家卖房子的钱，勉强凑出了赔偿款的第一笔分期付款。我同意了分期，不是心软，是律师建议的。一次性追缴对方拿不出来，分期反而能保证实际到账。房子重建的同时，我做了第二件事，我和方锦书谈了一个合作方案，把我们整个村子纳入他公司的传统村落保护改造项目的候选名单。方锦书一开始有些犹豫，他的项目都是挑自然条件和建筑底蕴最好的村子来做的。我们村子被贺德旺搞了18年，早就没什么像样的老建筑了，但我带他来了一趟。水库、竹林、半山腰的地势，村子西头还残存了3栋民国老民居，以及现在正在重建的我家那栋融合了省级非遗石雕技艺的新建筑。方锦书在水库边站了10分钟，看着对岸的竹林在风里一浪一浪的晃。这个位置确实好，他说好不只是位置，我说这个村子有故事。一个匠人一辈子的手艺在这里差点被毁掉，又在这里重生，这个故事本身就是最好的文旅 IP。方锦书看了我一眼，笑了。你以前不是画图纸的吗？怎么现在连营销都会了？逼出来的。他笑着摇了摇头。行，我让团队做一版可行性评估，但丑话说前头，能不能立项要看数据。2周后评估报告出来了，结论是可行。方锦书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我正蹲在工地上看泥瓦匠砌墙。小沈，项目可以推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得做这个项目的现场负责人。我的团队里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这个村子。我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。可以，从打工人到项目负责人，从被欺负的外乡人到决定村庄命运的人，300万的废墟上长出了新东西。项目推进到第3个月的时候，我装上了一堵墙，不是技术上的墙，是人的墙。镇里分管土地和规划的副镇长叫孙乃全，40出头，长得白白净净的，说话慢吞吞的，看起来人畜无害。项目前期需要镇里出具几份审批文件，土地用途变更备案，村庄规划调整，建设用地预审，这些都是流程性的东西，材料齐全就能批。但我的材料交上去以后，石沉大海了，连续3周连个水花都没冒。去催问，不是说孙镇长还没看，就是用出差了打发我，就这样硬生生晾了我快1个月。这位孙镇长才舍得露面了，他在办公室里接待了我，态度很客气，倒了茶，聊了半个小时的天，最后说了一句话：小沈啊，你这个项目呢好是好，但有些手续还需要进一步核实，你别急，慢慢来。慢慢来。我听到这3个字心里就明白了。我回去以后做了2件事，先是摸底，不用查得太深。方锦书的团队在行业里关系广，一个电话打出去，第2天信息就回来了。孙乃全有个联金，在隔壁是搞民宿开发的，就是之前要跟贺德旺合作的那个人。贺德旺倒了，但那块地的利益链没断。孙乃全想接盘，他在等一个机会把我的项目搅黄，然后用他联金的开发方案提上来。又一个贺德旺，不同的脸，一样的逻辑。谁挡了他的财路，他就给谁使绊子。手里捏住了这条狐狸尾巴后，我转头就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的透给了方锦书。方锦书听完以后，沉默了大概10秒钟。小沈，你先别动，下周的项目协调会我来。协调会在镇政府的会议室开的，到场的有镇长、副镇长孙乃全，镇规划所所长方锦书带的2个人，还有我。会议前半段一切正常，方锦书汇报了项目进展，各部门对接了工作。后半段，孙乃全开口了。他拿着一份文件，一脸关切地说：方总，我仔细看了你们的项目方案，有些地方我觉得可行性还需要再论证一下，比如游客承载量的问题、环保评估的问题，还有村民安置方案的问题。我的建议是暂缓推进，等论证充分以后再启动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一直看着镇长，语气很诚恳，像是真的在为项目着想。但我注意到镇长的表情，他没说话，但微微皱了下眉头，这说明孙乃全的发言不在会前的议程里，他是临时加的。方锦书放下了茶杯，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，往桌上一放。孙镇长，这是省住建厅关于我们这个项目的批复文件，省级重点扶持的传统村落保护改造示范工程，已纳入今年的省级财政专项预算。他的声音不大，但会议室里每个人都听清了。你说要暂缓推进，我想确认一下，这是代表镇政府的意见，还是你个人的意见？孙乃全的笑容僵在了脸上。如果是镇政府的意见，请你出具书面说明，并加在镇政府公章，我好向省住建厅汇报。省厅那边对这个项目的推进速度是有考核指标的，任何延误都需要有明确的责任方。会议室里安静的能听到空调的嗡嗡声。镇长看了一眼孙乃全，孙乃全的额头上开始冒汗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有些细节可以再完善一下。细节的问题可以在推进过程中解决。方锦书把那份批复文件推到了孙乃全面前。省厅的要求是6月底前完成1期工程，距离现在还有4个月。孙镇长，你觉得够吗？孙乃全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够的。会后，孙乃全想单独找我聊聊。我在走廊里停下来，看着他。孙镇长，有什么事直接说。他堆着笑，刚要开口，我打断了他。你和贺德旺的关系，还有你联金和那个民宿开发项目的关系。我手里有完整的材料链，贺德旺怎么进去的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他的笑容凝固了。你要是想聊，我们可以换个地方，比如纪委。孙乃全的脸一瞬间灰了，他看了我一眼，转身走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出现在我面前。审批文件3天后就全部签完了。方锦书后来问我，你真有他的材料？
有一部分足够让纪委立案的那种。他笑着摇了摇头。你小子真的不是画图纸的料。我也笑了。画图纸确实不是我最擅长的事，但保护好我在乎的东西是房子建好的那天，下了一场小雨，不大，淅淅沥沥的，把院子里的石板地淋得发亮，空气里有泥土和竹叶的味道，是我小时候最熟悉的味道。新房子和之前的那栋不一样了，之前那栋是我拼尽全力想还原的，父亲的房子，每一块石材，每一根木梁，每一个细节都在追求还原他当年的样子。但它被毁了。现在这栋是我自己的房子，1楼的工作室兼展厅开着门，里面陈列着我爸做了一辈子的石雕工具，锤子、凿子、刻刀、磨石。旁边是那7块修复好的石雕残片，装在定制的玻璃展柜里，打着柔和的灯光，缠着连纹在灯下清清楚楚，每一刀每一凿的痕迹都看得见。钟一鸣亲自来了，他带了2个人，一个是省非遗保护中心的主任，一个是省电视台的记者。揭牌仪式很简单，钟一鸣把一块铜牌挂在了大门旁边，审视石雕技艺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。铜牌很小，巴掌大，但它在阳光下反射出的光芒足以照亮一个匠人沉默了40年的名字。我站在旁边看着那块铜牌，想起了很多事。我爸从来不跟人吹嘘自己的手艺，有人问他，老沈你这个活干得好啊，他就笑笑说一般一般。有人嫌他的报价贵，他就自己降价。算了算了，给你便宜点。他这辈子太软了，谁都能踩他2脚。他在世的时候没有人用大师这个词来形容他，现在他的名字被写在了一块铜牌上，挂在了省级非遗的名录里，可惜他看不到了。仪式结束后，钟一鸣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，小沈，你要把这门手艺传下去，你爸没来得及做的事你来做。我点了点头。方锦书的团队在村子里忙活了半年，第1期工程终于完工了。村子西头那3栋民国老民居被修复改造成了精品民宿，水库边修了一条木栈道，绕着水库走一圈大概40分钟，沿途有竹林，有水鸟，有远处的青山竹林里开了一条石板小径，走到头是一个观景平台，能看到整个水库的全貌。第一批游客来的那个周末，我站在自家院子的2楼阳台上，看着陌生人在我从小长大的村子里走来走去，有人在水库边拍照，有人在竹林里散步，有人在民宿的院子里喝茶。有一个穿着碎花裙的年轻女孩走进了我家1楼的展厅，她在那7块石雕残片前面站了很久，掏出手机拍了好几张照片，然后他抬头看到了玻璃展柜旁边的那块说明牌，说明牌上写着石雕作者沈正良，县级知名石匠，从艺42年起，缠枝莲纹石雕技艺被鉴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2021年病逝，享年63岁。女孩看完说明牌，又仔细看了看那些石雕，转身走出去的时候，撞上了正从楼上下来的我。你好，请问这些石雕是谁做的？我爸。好厉害。他真诚地说。我笑了笑，没接话。他走了以后，我从冰箱里拿了2瓶啤酒，走到院子里，走到那棵桂花树下。这棵桂花树是我爸20多年前种的，当年只有拇指粗，现在已经有碗口那么粗了。秋天的时候满树的花，香味能飘到水库那边去。树下有一条石凳，是我爸自己凿出来的，石凳上面没有花纹，光溜溜的，磨得很平。他以前每天傍晚都会坐在这里喝一杯茶，看着对面的竹林发呆。我把1瓶啤酒打开放在石凳上，然后自己打开另1瓶，靠着桂花树坐了下来。手机响了，是方锦书。周远，第2期的规划方案你看完了吗？钟老师说你提的那个石雕文化体验馆的想法很好，他想跟你细聊一下。另外，省电视台那边想拍一个记录短片，讲你爸的石雕技艺和这个村子的改造故事。你这周有空吗？我看了一眼石凳上那瓶没人喝的啤酒，瓶身上开始凝出细密的水珠，在夕阳里一颗一颗的亮着。方总，明天聊。今天我陪我爸喝酒。我挂了电话，桂花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，远处的水库被夕阳染成了金色，有几只白鹭从水面上掠过去，翅膀的尖擦着水面，然后扬起来，飞进了竹林。我喝了一口啤酒，不凉不热的。刚好我抬头看了看天，天很蓝。我想起我爸以前说过一句话，那时候我还小，大概7、8岁，他在院子里刻石头，我在旁边看。我问他，爸，你为什么天天刻石头啊？他手上没停，头也没抬，就说了一句，石头不会骗人，你对它使多大的劲儿，它就给你多好看的花。他这辈子就是这样，对石头使劲，对人不使劲，所以石头记住了他，人忘了他。现在好了，人也开始记住他了。石凳上那瓶啤酒我没动它，等我喝完自己那瓶的时候，天已经暗了。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，看了看那瓶没人喝的啤酒。爸，你要是觉得这个新房子还行，就刮阵风告诉我。话刚说完，桂花树的叶子哗啦啦响了一阵。